忠诚为什么会成为权力最害怕的东西？历史上有很多英雄，有人死于战场，有人死于敌人的刀剑，也有人死于时代的洪流。可最令人唏嘘的，却是另一种结局。他们没有死在敌人手里，而是死在了自己拼命守护的人手里。岳飞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。800多年来，人们始终相信他代表着忠诚、勇敢和信念。无数人替他惋惜，无数人替他愤怒。我们从小听到的故事里，秦桧是奸臣，岳飞是忠臣，秦桧该骂，岳飞该敬。可如果历史真的只是忠臣与奸臣的故事，他就不会让后人争论800多年。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，不是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而是为什么一个人人都承认忠诚的人，最后却成为皇帝最不愿意留下的人。今天我们不讨论民族英雄，我们只讨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岳飞必须死？这里的必须不是赞同他的死亡，更不是替任何人开脱。我们真正想问的是，为什么在当时那个时代，一个像岳飞这样的人会一步一步走向那个结局？历史不会给我们答案，但它会一遍又一遍把相同的人性摆在我们面前。我们为什么都会站在岳飞这一边？如果让中国人评选一位最值得敬佩的历史人物，岳飞几乎一定会出现在名单里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满足了我们对于忠臣几乎所有的想象。国家危难的时候他站出来了，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他没有退缩。别人想着保全自己，他想着收复山河。在后人的讲述里，他身上几乎集合了所有美好的品质：忠诚、勇敢、廉洁、克制。他不像有些将领那样拥兵自重，也不像有些官员那样趋炎附势。他带出来的岳家军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支极具传奇色彩的军队。历史上流传着一句话：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。短短8个字，今天读起来似乎平平无奇，可如果放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你才会知道它有多难。战争会放大人的恐惧，饥饿会击碎人的底线。为了活下来，人可以做出很多平时根本不会做的事情，可岳家军却尽可能守住了军人的底线，所以百姓相信他们，士兵愿意跟着他们，甚至连敌人也承认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。一个将军能赢得胜利并不稀奇，真正难得的是他还能赢得人心，而人心往往比一场胜利更珍贵。随着一场又一场胜利，岳飞拥有的已经不仅仅是战功，他拥有了百姓的信任，拥有了士兵的忠诚，拥有了整个社会对他的尊敬。在今天看来，这是荣耀。可在那个时代，这也是一种力量，一种连皇帝都必须认真面对的力量。于是后来的历史就出现了一个看似无法理解的问题：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杀死自己最优秀的将军？如果只是站在岳飞的位置，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必须换一个位置，把自己放到另一个人的椅子上。那个位置叫皇位，而坐在那里的人叫赵构。请先忘记你对赵构所有的印象，不要急着把他定义成昏君，也不要急着替他辩护。因为历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，不是站在今天评价过去，而是试着走进那个时代，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选择。现在请做一个假设，你不是岳飞，你是南宋皇帝赵构。你刚刚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事件之一——靖康之变，北宋灭亡，汴京沦陷，父亲宋徽宗和哥哥宋钦宗被金人掳走，整个国家支离破碎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。你一路南逃，才终于建立起南宋。表面上你已经成为皇帝，可实际上你的皇位并不稳，因为你的父亲还活着，你的哥哥也还活着，他们只是被俘了，并没有去世。于是一个几乎没人愿意面对的问题出现了：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回来了，那么谁才是真正的皇帝？按照传统礼制，宋钦宗并没有正常退位，理论上他依然拥有皇帝的合法身份。如果岳飞一路北伐，真的赢回了2胜，赵构将面对的不只是战争胜利后的欢呼，还有一个足以动摇整个朝廷的问题：皇位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任何一个坐在皇位上的人都不可能不去思考。所以
当岳飞不断提出赢回2胜、收复中原的时候，他认为自己是在完成臣子的忠义。可赵构听到的却是另一个意思：战争一旦成功，权力就可能重新洗牌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他们追求的目标已经不完全一致。岳飞希望继续北伐，赵构希望国家稳定。有人会说，收复失地不就是最大的稳定吗？未必，因为对于将军来说，战争结束意味着胜利；可对于皇帝来说，战争结束以后，真正困难的问题才刚刚开始。因为不断取得胜利的将军会拥有越来越高的威望，一支不断打胜仗的军队会拥有越来越强的凝聚力，百姓会拥戴他，士兵会追随他，同僚会敬佩他，这些都是荣耀。可对于皇权而言，这些同时也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。这里必须强调一点，历史上并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岳飞有谋反之心，恰恰相反，大多数史料都表明他始终忠于南宋朝廷。问题恰恰就在这里，皇帝真正担心的往往不是一个已经造反的人，而是一个拥有造反能力却又无法完全控制的人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能力，而不是意图。因为权力的逻辑和普通人的逻辑并不一样，普通人相信品格，权力更相信风险。一个忠诚的人今天不会背叛，那10年以后呢？他的部下呢？他的后人呢？如果有人借着他的名义行动呢？历史上很多悲剧并不是因为事情已经发生，而是因为掌权者害怕它有一天会发生。于是一个奇怪的局面出现了，岳飞越忠诚，岳飞越成功，岳飞越成功，岳飞越受百姓爱戴，赵构反而越难安心。因为一个人的影响力一旦成长到不再完全依赖皇帝赏赐的时候，他就会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力量，而任何权力都天然会警惕这种力量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岳飞面对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经国，而是另一种更加无形也更加复杂的东西，那就是权力本身。提起岳飞，人们总会想到另一个名字——秦桧。千百年来，他跪在岳王庙前，接受着后人的唾骂。直到今天，秦桧3个字依然代表着背叛与奸佞。可如果我们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秦桧，历史就会变得过于简单。因为秦桧可以起草诏令，可以罗织罪名，可以推动审判，但他没有能力独自决定岳飞的生死。真正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人始终只有一个，赵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赵构最终会选择这样做？答案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善恶，而是因为整个南宋已经走到了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十字路口。很多人认为南宋最大的目标就是收复中原。事实上，对于刚刚建立不久的南宋来说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：这个国家还能撑多久？战争需要粮食，需要赋税，需要源源不断的兵源，更需要一个能够持续运转的后方。南宋失去了北方最重要的土地，也失去了大量人口和财政来源。朝廷一边要维持庞大的军队，一边要安置南迁百姓，一边还要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。每打一场胜仗都意味着更多的军费，每推进一步都意味着更长的补给线。对于前线的将军来说，看到的是即将到来的胜利，而对于朝廷来说，看到的却是一张越来越难维持的账本。于是朝堂内部开始出现2种声音，一种认为应该抓住机会继续北伐，另一种认为国家已经没有能力承受长期战争，应该通过议和为南宋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。后人把他们简单地称为主战派和主和派，但事实上这并不是简单的爱国与卖国之争。有些主和的大臣并非不希望收复失地，他们只是认为一个已经元气大伤的国家，如果继续投资国力，很可能等不到胜利就已经先一步崩溃。而主战派也并非不知道战争的代价，他们只是相信有些代价再大也值得。于是双方讨论的其实不是同一个问题，一方问的是怎样才能赢，另一方问的是怎样才能活下去。没有人能够轻易说服另一方，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现实，却选择了不同的答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岳飞不断取得胜利，按照常理，这应该让朝廷更加安心。可历史往往充满讽刺，
有时候胜利本身就是一种压力。每一次捷报传来，赵构都必须面对同一个问题：如果继续支持北伐，会不会让战争越打越大？如果真的收复了开封，会不会赢回二胜？如果二胜回来，朝廷又将如何安排？如果岳飞继续赢下去，他在军中和民间的威望又会增长到什么程度？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有确定答案。而对于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来说，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，而是无法预测的未来。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损失厌恶，他认为人们面对可能失去的东西时，往往比面对可能得到的东西更加敏感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失去的是财富；对于商人来说，失去的是机会；而对于皇帝来说，失去的可能就是皇权本身。所以，从赵构的角度看，他并不是在两种正确之间选择，而是在两种风险之间选择。继续北伐，有可能完成千古伟业，也有可能让整个国家再次陷入无法控制的局面。选择议和会背负骂名，却能够在短时间内维持现有秩序。历史后来证明，这个选择至今仍充满争议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赵构最终选择的不是他认为最光荣的道路，而是他认为风险最小的道路。于是岳飞便成为了这条道路上最大的阻碍。因为真正让赵构忌惮的不是岳飞这个人，而是岳飞所代表的一种力量，一种来自军队、来自百姓、来自胜利、来自信任的力量。这种力量没有叛变，也没有谋反，但它已经大到不再完全依赖皇权而存在。对于任何高度集中的权力而言，这都会成为一种天然的不安。所以真正推动岳飞走向死亡的不只是秦桧，而是战争、财政、皇权、理智、战略。恐惧与人心在同一个时代共同形成的一张巨网。岳飞不是死于一句莫须有，他真正死于的是一个时代无法同时容纳两种不同逻辑，一种逻辑叫忠诚，另一种逻辑叫权力。